哎呀，大家好，我是议员老爷爷啊。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个传奇的故事。OK， 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其实主要是去搜索一下在以前万国觉醒的传奇人物。那会做这个影片呢，主要是我之前在讨论区那边看到有一些玩家说，希望有一个主播可以讲一下以前的那些传奇人物，但是我没有办法说的特别详细了，因为我在想着说，我以前好像并没有特别去在意这些玩家，是到了后期好像我做影片的数量比较多的关系，所以就每一次都有去关注这些很大的账号、很厉害的账号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前这些传奇账号现在都变成怎么样了。那你们可以猜到这个是谁的账号吗？根据他的击杀还有战力来看，那其实这个账号呢是 Bunny 的账号来的，没错，你们没有看错，以前那位传奇国王现在变成这样子了。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账号其实他的阵亡是很多的，因为这个是以前 Bunny 的账号嘛，所以只能讲很可惜啊，因为已经变成这样子了。那 Bunny 账号其实他的装备是不错的，但是在之前 Itachi 他接手了 Bunny 账号之后就有删除。那其实这个我也是有做过影片，就是这个影片呢，你们去搜索议员删除就可以找到了。因为假设说他这个账号是打架打到没有兵了，他可能返兵的时候他还有一些兵力，但是因为他这个账号是直接删除兵力，所以是不会返还的。然后他又把这个账号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变成现在这个玩家接手了这个账号，但是等到这位玩家接手这个账号之后呢，是已经相隔了1到2年的时间了，也就是说这个账号是已经完全错过了军器的时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账号它的装备可能还是很好的，但是它的军器是已经追不上了的，它这方面有点落后了，只能说这个账号变成中规中矩吧。而且你们可以看到原本它的战力是很高的，有 5.5 亿，现在只剩下9274万而已。我相信多数 Bunny 的粉丝看到应该会觉得很伤心吧，因为 Bunny 以前在万国觉醒呢是一个传奇的存在，当然也是有一些玩家不是很喜欢 Bunny 啦，所以 Bunny 的评价呢只能说是两极化的，但是他的传奇依旧还是在万国觉醒里面。那既然我们都已经讲到 Bunny 了，各位能够猜到这个账号是谁的账号吗？给你们5秒的时间，4、3、2、1，这个账号就是 Goodfather， 也就是教父的账号了。你们能想象到吗？现在都已经1000亿击杀了，但是他的击杀停留在差不多接近700亿。但是新的玩家你们要知道，之所以 Goodfather 他会成为传奇，是因为他以前的击杀都是排行在前3名的。那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他这个接近700亿的击杀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前3名的排行榜的，只能说很可惜啦。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其实那时候教父说要弃坑的时候，我是有拍到影片的，你们可以看到3年前了，他那时候弃坑他的击杀有350亿，那现在他的账号是有在继续提升啊，变成698亿，相比起来是比较好一点点的。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你们可以看到刚好我下面这个影片呢，就是 Bunny 的账号， Bunny 弃坑的时候有293亿的击杀，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账号的击杀是322亿，就是说他其实不是很活跃的在用这个账号，就像我前面所讲的，因为这个账号已经有2年时间是完全没有人去理会的，而且也被删除了兵力，所以好不容易把战力又变回去9000万了。因为当你把账号的兵力全部删除的时候，就变成5000万没有人会想要去拿这个账号，也有可能是 Itachi 他不想要卖掉那个账号，所以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啦，只是觉得真的太可惜了 Bunny 的账号，只能说 Goodfather 那个账号还算是比较 OK 一点点。那既然说了2个外国的传奇人物呢，接下来就要说一下我们亚洲人华人的传奇人物明总的账号来了。那之前我搜索的时候是搜索不到这个账号，有可能是沉浸了一段时间，或者是那个玩家没有上线。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 ID 号码14407-391，点进去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所以明总账号现在跑到1875那边去了。刚好我这里也是有做到明总弃坑的记录，因为我跟他做访谈的关系嘛，当时候他弃坑就已经有227亿击杀了，哇哦，算蛮多了。你们想一下3年前呢这确实明总是很难打，因为那时候我记得他是击杀排行榜第1名啊，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边的击杀是翻倍了，3年过去翻倍其实还能接受啦。假设说他的 KVK 不是打得特别
激烈，因为不是每个玩家都是在960啊。如果你在960的话，可能击杀会升的比较多啦，但是这个账号的阵亡就偏比较少一点。然后最高战力这个也算是民种它提升的吗？我记得民种它战力一般不会提升的太高，都是1.2亿、1.4亿左右。这个1.6亿应该是新的玩家接手的时候变成这样子吧。但是之前我其实有去搜索过民种的账号，他那时的账号已经是变得很烂了，可能是因为接手的那个玩家他不太会玩这个游戏，或者是他没有花太多钱去培养这个账号吧，所以他那个时期就没有比较好了，比较糟糕一点了。这个新的玩家接手不知道会怎样呢？因为他在1875照理来说能力应该是 OK 的，毕竟是先锋王国吧，所以我们看接下来有什么发展吧。接下来就要说960的传奇人物了，这个就是亚老的账号，因为我知道大家看到名字就知道这个是谁的账号了，所以我也不想要卖关子了。没错，就是 Arvix 接手了亚老的账号。我只能说亚老的账号是在这么多已经弃坑的玩家之间呢是保养的最好的，因为 Arvix 有那个能力去继续氪金，继续去培养亚老的账号，所以我只能讲亚老他的账号是真的非常幸运，遇到正确的人，遇到会玩的玩家，还有肯投资钱下去的玩家，所以你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候这个 Arvix 他那时在960那边，而且 Arvix 买了这个账号之后呢，也没有说去摧残他还是怎样，就是有好好的去养，有打出更好的成绩，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么多个账号里面呢，亚老的击杀是升的特别高的。我们比较一下之前，那虽然这边我拍到一点点而已，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是有292亿了，那画面会比较小一点点啊，不过你们应该也可以看到，一般我的封面有时候会放那个截图，但是在游戏画面里面不会放到，所以我一般都是看封面而已。但是你们可以看到 Arvix 这边提升了多少，从原本292亿算下来，这边哇，都直接提升了差不多500多亿击杀可以打到这么多，所以我才讲在这么多个账号里面呢，亚老的账号是真的保留的最好的，没有被摧毁，然后他的阵亡也是提升了很多，哇，变成4亿阵亡了，太夸张了。诶，现在巴黎队长多少阵亡啊？我看一下哦，巴黎队长还是最多的5.6亿，而且巴黎队长一般阵亡都只有 T5， 他不会有其他的兵种啊。当然亚老也是一样啦，但是他跟亚老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Makote 就是巴黎队长，他依旧还在万国觉醒里面呢，他还没有弃坑，而且他在1846很长一段时间了啊，好像应该有3-4年的时间了吧。他对1846真的是不离不弃啊，一直待在这个王国。他对于这个王国有什么爱我就不知道啦，但是真的待了很久，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因为我听说这一次 KVK 1846表现的不是很好，但是他还是依然在这里。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个人物呢，应该有很多玩家已经忘记了他吧他其实是我们国际服第一位突破11击杀的玩家，叫 Maverick L， 但是他依旧还在1322，好像完全没有移民过。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好像不是很活跃，你们可以看到他的击杀还是停留在这里，还是103亿，哇哦！但问题就是他的战力太高，其实要把他给清零掉也不是这么容易啊。而且他的战力好像都一直保留在这个阶段了，就是11到14亿左右。那像我现在还可以搜索到他的账号的情况来讲呢，他应该还在活跃的情况吧。然后他这边阵亡呢，你看又没有巴黎队长多，又没有亚老多，所以这个玩家其实蛮受争议的，就是有人觉得说哦，他就是个大佬啊，然后没有办法对他怎样，有些人会觉得说他就是个农夫，很高战力的农夫。但是这个游戏毕竟还是自己玩啊，看开不开心而已啦。而且他的王国都没有处理掉他，就证明说他们王国可能可以接受他还是怎样吧，所以我们也不好去评论讲什么东西。但是我说实话啦，像他这么高战力的，如果给我用的话应该蛮好用的那跟他同一个时期的88表现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就是88账号啊，你们看相比之下是不是好很多了。88这边的击杀都有817亿了，然后他战力有往下掉了那么一点点，因为他近期在打 KVK 嘛，他的阵亡都有3.8亿了，也算是蛮多了。当然像他这样子战力这么高呢，其实他应该死更多的所以有些玩家会说88的战力永远不会低于5亿战力的，那这个确实是有发生过啦，跌到差不多5亿战力，但是这个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啊。88的战力一般都会保持在8亿以上啦，他不会让自己战力掉太多的。那么大概是这样子，那其实还有很多以前的传奇人物我还没有介绍完呢，因为我有整个列表的人这么多当然如果你们有一些知道的传奇人物啊，你们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可以提供一些 ID 啊，又或者是他之前发生过什么故事啊。主要今天那个影片是让大家去看一下吧，曾经那些传奇的账号现在都变成怎样了，因为有些玩家可能是会好奇的，但是他们又不知道要去哪里搜索这些账号，还好我之前有做到一些记录那各位看了今天影片之后觉
得怎么样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如果你们想要看下一集的话，也是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个影片再见。